们今天谈论的是相关于Python 当中的字典，还有那个我们在最近让同学说使用 OpenAI API 的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好，各位好，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谈论那个Python 当中的所谓的一个资料结构，叫做 DICT 的所谓的字典。那同时呢，我们并且介绍OpenAI 它当中的API 使用上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部分同学在前一次作业的所得到的一些成效。好，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探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这边先看到当然像我们这个在使用之前，当然必须先做安装假设我们是在空打的环境这个你当然先确定它是有我们在空打的一个环境下去安装。那它安装方式其实也蛮简单的 ，pip install OpenAI。那原则上这个安装上应该都不会有太大问题那一般来讲的话，它在安装的时候，它会去检查你其他套件的那个相依性那当然，除非说你的空打的环境，除非是太旧，一般来讲是可以装得起来。好，那这一类软体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必须要注意所谓资讯安全资讯安全，因为它需要金钥，而且OpenAI 的 API 的使用，基本上它并不是免费的，所以你必须去注册。注册之后，你取得账号，之后你要去产生你的 API 的金钥。金钥原则上来讲的话，你可以随时产生，然后注意，当你有金钥泄露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当然记得要去将你旧的金钥、不再使用的金钥将它废止这边特别要留意一下。所以这边你进入金钥管理的部分这边其实你是可以废止那个你认为有可能造成治安疑虑的金钥这个在使用上必须要特别的小心。那这边我们就举一个例子那这边当然就是说，我知道这边是有金钥的，可能会有金钥资讯不过我们的金钥已经作废了。好，那我们主要这边是使用 OpenAI 里面 Image Create 这样一个方式去产生两张图，这两张图的 size 都是1024乘上1024。那它根据的前面的这一段字串去产生好，然后我们再将它产生的资讯将它做列印所以在这里你要会看它所产生的一个资料的形态。基本上它这个资料形态应该是所谓在网络上常用的一个叫做 JSON 格式。那 JSON 格式呢，不外乎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大刮胡的话，基本上应该就对应到的应该是字典。如果是方刮胡的话，应该对应的应该是所谓的清单。
好，那我们从这边来看，所以从第一层进来，第一层这边是大刮胡，这边当然就是字典。字典的话，基本上它会有精要，我们应该不要讲精要，我们讲 key， 好，或者中文翻译成键。另外一个是值。好，所以它这里面第一层它就有两个 key， 两个值。啊，第一个 key 呢是 create， 它对应的值，然后这边一串数字。啊，这个第二个 key 它里面对应的它是一个，这边就出现方刮弧。方刮弧的话，我们这边来看的话，它就是所谓的清单 list。那这个清单里面有几笔资讯呢？我们看一下，它其实是有2笔资讯，所以这个 data 下面它会有第0笔资讯、第1笔资讯。好，那我们再看这个 data 0里面呢，它又有字典。这里的键是 URL， 它的 key 里面对应呢是它的一个那个图档所在的位置。那第一张图也是类似的情形。好，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去做存取的时候，比方说，如果说我们需要的是这笔的话，那你的存取的方式，应该它是把它用 R 去存，所以它应该是 R 里面的 data 的，这 data 要把引号起来。data 里面的第0笔，然后它的 key 是 URL， 这样存取上才是正确。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相关同学在上次作业的一些结果那这个其实都做得都不错都取得适当的字串产生这样的 AI 图非常好这些图基本上都有相当的一个职业水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当然就是它另外的就是说我们前面是用字串去产生，那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所谓的一个要做修图的部分。所以这里我们采用的方法是所谓 create、edit 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这里面呢，它的限制就会比较多一些那它原则上它需要2张图，那我们建议好像也都是需要是 PNG 的图PNG 它才会在它的图档里面有所谓的那个 Alpha 那个 channel所以我们这边是需要 Alpha channel 的图档。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2张图都必须是正方形。好，那我们当然这个字串我们可以在前面先做设定那我们就一张图去产生它的图的大小是1024乘上1024像我们这个刚刚所讲的
因为它只有一张图，我们所以对它图的存取基本上就采用这样的方式就好了。好，那我们重点是图出来之后，你要记得要会去下载，所以我们下载方式我们是采用 Python 里面常用的套件是 requests， 这当然要做汇入哈，所以基本上我们这种 request 里面采用 get 的方法然后去检查它的 status code 是不是200如果是200的话代表连线没有问题，然后我们采用档案读写，一般 Python 里面档案读写的方式去将它写进我们这所设定这个档案名称它是一个图档，然后并因为它有 Alpha Channel， 所以基本上它的图档当然是PNG 的一个图档。好，这个是我们打算要继续要进行的。那像这边的话，它就是原先它是一个就是一张正常的照片。那我们在它的这只狗前面呢，这边它多了一个东西，这是 AI 产生的，这应该是因为某个平板电脑嘛，应该就是这样的，这个是 AI 产生的。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就是 Python 当中这个资料结构字典。那我们在 Python 当中，我们就简称为 DICT 那它这边举的例子，我们是采用那个参考书籍里面的一个资料假设呢，它这边有一笔字典叫做 restaurant， 它里面它有好几笔 key 比方说是餐厅名称它就蟹堡王，创业年份1959，现任业主谢老板，员工数是2。那他这边员工姓名呢，他就是用一个清单清单里面呢摆了2笔资讯，一个是海绵宝宝，另外一个是章鱼哥所以我们在这边如果说对海绵宝宝这个做存取的话，我们要先 restaurant， 然后它的字典员工姓名，然后是0这样的方式去对它来做存取。所以这边也是做一个一般性的一个介绍它语法上它有键，所谓 key然后呢值 value 对应到，那它的语法上它是以大括弧把它框起来，每一笔资讯是以逗号当然我们这边当然一定是半形的，不可能是全形的好，那 key 跟 value 之间呢需要用冒号大概它的语法是这样的。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它的存取的一个例子比方说 restaurant 创业年份我们它得到的当然就会对这个1959就会对它取得这个值。那员工姓名呢，他找到的是海绵宝宝以及章鱼哥所形成的一个清单所以这个我们清楚。那我们在字典里面呢，我们当然可以去做更新的动作 update， 那就是在动态加入新的 key 跟值，那新的 key 跟值呢也必须是包在大括弧里面，这个很重要这边我们可能加了另外一笔资讯，比方说是餐厅的地点那它的 key 它的值是叫比奇堡这个我们可以去做更新
或者呢，你也可以这样用，你直接用这个变数的名称，比方说是 restaurant， 然后里面方括弧加上餐厅地点等于比奇堡，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更新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是，我们当然就是说整个字典呢当中，我们也会考虑到一些操作啊，比方说当中一个操作就是一般迭代一个情况啊，我们迭代操作，那这个是蛮一般的一个操作。那我们这个直接问 ChatGPT， 它又直接给我们一个范例啊，所以它这边呢给我们一笔字典，是我们的 Apple 对应的是2，Banana 对应的是5，Orange 对应的是3。那我们迭代的方式呢，一般来说哈，因为它有 key 跟 value，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它是在这个字典的这个水果的名称啊，记得后面这里要取 items 啊，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啊，取得每一笔资讯的 key 跟 value， 然后我们这边再做列印的动作啊，所以这个是在使用上啊特别要留意的，特别是当你要处理迭代啊，透过 for 回圈的方式去处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 ChatGPT 它当然会告诉我们更深入的一些东西我们当然可以继续去问了哈。它字典是 Python 里面常用的资料结构，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去实作呢？它基本上我们当然前面已经知道，它主要是将 key 对应到 value。那实际上来讲，它的做法其实它的实现方式是用所谓的杂凑表，所谓的 hash table。那 hash table 在其他程式语言也有不过就是名称都不太一样那因为我们这边采用的是用 Python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就用字典，而且字典的使用方式可能要比其他程式语言更加方便好，那主要它是可以快速的查找值嘛，你只要给 key， 你就很快的去找。那它这边告诉我们，杂凑表呢是将你的 key 呢映射到一个桶子、一个 bucket 里面去实现来快速查找。每个 bucket 每个桶子里面呢，其实它就储存一个链表或其他的资料结构。用来储存具有相同杂凑值的 key 跟 value 这样一个 pair 这样一个对，这个其实来讲，这个是在 Python 程式设计里面常用的一个技巧这个技巧可能跟其他程式语言用的不是那么凶反正 Python 用的特别的凶那当然，你就说它里面实践的方式呢，你要强调它的 hash 当中有可能有碰撞的情况，那个当然就是比较属于真正演算法资料结构的东西。那我们在这边的话，你现在就先不去谈它。好，那有些东西可能我们需要知道的，就它的一般的一个操作比方说它插入它其实它的时间复杂度其实是 O1 这里的 Big O 呢，这个其实来讲最早应该是一个德国犹太数学家叫兰道他在使用的。后来我们在资讯领域特别我们在说有关时间复杂度或空间复杂度，我们的沿用这样一个符号重点是说任何函数呢，它的一个主要是评估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情况简单来讲
所谓 Big O1 它就是固定的时间，固定时间。所以无论是插入、查找、删除，都是常数时间所谓的常数时间，就是在固定时间内都可以完成。那么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使用这个资料结构，那你对它迭代操作，当然是每一个key 跟 value 你都必须要去走访一次嘛。所以假设你有n 对的话呢，当然它的一个时间复杂度，它这边告诉你是个 big O(n)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它是所谓的线性时间。那个来讲的话，这个当然也是在你程式撰写上需要评估的。好，那其实呢，我们会蛮建议同学去使用我们 Python 的字典这样的资料结构去解那个刷题网站 LeetCode 的第一题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到之后再去谈。